今天我们来聊聊日本啊。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开放，但又说不清楚它开放在哪。这一期我们就来举个例子。首先来看一幅简单的关系图。日本有一代天皇叫天智天皇，他有个弟弟叫做天武天皇。天智天皇有着多个女儿，其中有4个都嫁给了这个天武天皇。天武天皇和他的大女儿共同生下了大金皇子，这个大金皇子又娶了他的5女儿。天武天皇和他的2女儿共同生下了2皇子，这个2皇子又娶了他的4女儿。听起来可能有些复杂，实际上确实不简单。天武天皇的大儿子叫做高氏皇子，这个高氏也娶了天智天皇的女儿，同时又看上了他的姐姐石氏皇女，同时又娶了他的妹妹代马皇女。结果这个代马皇女又看上了自己的弟弟遂姬皇子。虽然看起来有点乱，但这还只是天武天皇的部分关系。而像这样的关系，从第40代天武天皇还一直延续到了第111代后羲天皇。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天皇一家怎么就能这么乱呢？这也就牵扯到了我们之前讲过的日本神话。我们之前说到过，日本第40代天皇天武天皇曾经下令让史官探案万吕和吟游诗人百田阿里帮助他从神话上完成君权神授，把他塑造成为天照大神的使者。天武天皇的本意是让天皇的名号在百姓心中伟大起来，但没想到伟得太大了，这2个人搞过了火。在他们的塑造下，天皇既不是君主也不是教皇，而是直接变成了天照的后代，从使者直接变成了一位天神。结果这一变就变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天皇能够统治天下，是因为你身上流着天神的血液，但如果你和其他人婚配，那不就稀释了你体内天神的血液吗？不是天神，你凭什么统治呢？对天皇来说也是一样，我之所以能够统治天下，是因为百姓认为我有着天神的血脉，但如果我和其他人婚配，那别人不也有了天神的血脉吗？别人都有了，我还拿什么统治呢？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个百田阿里不仅编写了日本的神话，而且还修订了日本的历史。虽然他故事写的不怎么样，但人物关系却交代的明明白白。比如日本第16代仁德天皇，他的皇后叫做八田皇女，2个人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后来仁德天皇和其他妃子又生下了大草香皇子和允宫天皇，而允宫天皇的儿子穆离清又爱上了女儿清大娘，另一个儿子雄略天皇看上了叔叔大草香的妹妹，另一个儿子安康天皇直接看上了大草香的妻子帝姬。那百田阿里为什么要写出这么复杂的关系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说明天皇血统的纯正。百田阿里说，虽然关系看起来有些乱，但这不是乱，是什么呢？是高贵的血统。日本的历代天皇都维护了这个高贵的血统，那你天武天皇应该怎么办呢？他能怎么办呢？于是就这样，百田阿里凭借一己之力就彻底锁死了天皇一家的基因。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开始的关系图。在天武天皇之后，桓武天皇娶了他的妹妹，还找了个妃子叫做藤原小史，这里不是胡说的，真是叫这个名。平成天皇娶了3个妹妹，而且还把他的岳母变成了他的姑妈。桓武天皇是平成天皇的父亲，同时还是他的岳父，2人还先后娶了同一位嫔妃。我知道大家肯定听不懂，但是没关系，天皇们自己也听不懂。每当有多位天皇凑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我叫你爸，你叫我哥，我们都有着同一个妈的情况。比如说白河天皇退位后，他的孙子鸟羽天皇继位，白河天皇为鸟羽天皇找了一个叫做藤原德子的皇后，这个藤原德子既是鸟羽的皇后，同时又是白河的情人，后来又生下了一个崇德天皇。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崇德天皇到底是白河的儿子还是鸟羽的儿子呢？如果是白河的儿子，那鸟羽天皇既是崇德天皇的父亲，又是他的哥哥，藤原德子既是鸟羽天皇的皇后，也是他名义上的母亲。但其实就算是这样还不够乱，在天武天皇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天才，这个天才将皇室的血统论又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个人就是嵯峨天皇。我们之前说到过，在古代日本的社会中有一个叫做夜爬，也叫做访婚的习俗，就是说一男一女如果在白天看对了眼，那到了晚上男性就可以爬进女子的闺房，然后进行一些超越友谊的交流。在这种习俗之下，男性可能同时有着多位妻子，女性同时也有着多位丈夫，男女双方没有什么婚姻的契约，女性愿意让男性爬进来，那就算是形成了一种婚姻关系，如果拒绝让他爬进来，那双方的关系就算自动解除。嵯峨天皇是日本第52代天皇，他特别的喜欢汉字和书法，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他认为皇室这种内部婚配的感情没有给人一种恋爱一种浪漫的感觉，而且在长期的内部婚配下，导致后宫妃子的关系极为复杂，整天除了宫斗就是宫斗，完全没有什么谈情说爱的空间。所以他决定进行一些小小的更改，让整个皇室的感情浪漫起来。那怎么才算是浪漫？什么才算是浪漫呢？他认为夜爬才算是真正的浪漫。所以在嵯峨天皇的主导下，所有的皇族女性不管结婚与否，到了晚上都可以留在自己的家中；所有的皇族男性不管结婚与否，到了晚上都可以去夜访女性。于是就这样，嵯峨天皇访出了30多位后妃，访出了50多位子女。因为夜爬又没有固定的时间，一个人的房间可以有多个人爬，所以到了后期根本就分不清楚谁是谁的儿，谁是谁的爹，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哪个才算是天皇的血脉。在这种特殊的匹配机制下，天皇后代的质量可想而知。
比如第87代4条天皇，他为了看宫女摔倒的模样，偷偷的在皇宫的地板上撒遍了大量的滑石粉，结果宫女没摔，摔倒了自己，这一摔就直接离开了人世。还有第63代冷泉天皇，这位更是公认的精神病患者，没事就喜欢对着动物说话，对着镜子说话，对着空气说话，闭着眼睛说话。别人上朝他睡觉，别人睡觉他唱歌，经常睡到一半就突然坐起来放声歌唱。包括近代搞明治维新的明治天皇，他从一出生就体弱多病，基本上流行什么传染病，他就能得上什么传染病。他一共有着15位子嗣，其中5个男子，10个女子。结果在这5个男子中，有4个都是当年怀孕、当年出生、当年夭折，只有1个大正天皇活到了成年，结果还从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又变成了精神病患。那既然后代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天皇们就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他们内部婚配导致的吗？当然想过。早在第59代宇多天皇时期，他就和一众大臣认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后代要不就是早早的夭折，要不从一出生就体弱多病，以至于宇多天皇在挑选接下来的继承人时，都要进行一系列的体能和智商测试，看看皇族能不能分出个1、2、3、4。宇多天皇认为总这么挑来挑去的也不是个办法，就怕到了最后挑都没得挑，所以我们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怎么解决呢？他找来了大量的臣子和祭司，进行了一系列严谨的探讨，结果得出来一个极为逆天的结论。大臣们一致认为，既然是天神的血脉，那肯定就和常人的血脉不一样，而这个频繁的夭折和疾病，不就正好是天神血脉的表现吗？所以这是天神的旨意，是天神的象征，是天皇血脉的独特性。包括到了明治天皇时期，日本终于引进了系统化的体检制度，所有的皇族成员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体检，结果发现所有体检的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遗传性贫血。这说明什么呢？明治天皇说，这说明了神性，这说明了神意，这说明哪怕我们的身体再差，天皇的血脉依然可以让我们延续生命。这时候有朋友可能会问，既然为了维护血统、维护神性，天皇硬是搞了1000多年的内部婚配，那天皇的地位一定非常高，统治一定非常稳定吧？稳定确实是稳定，但准确点来说不是统治，而是被统治。实际上，自从天武天皇开始，一直到明治天皇继位，中间这1000多年的历史上，真正属于天皇统治的时代，满打满算也就30-50年，其余都是将军、幕府、权臣或者是外戚的统治时间，而且还有可能是分层统治。就拿镰仓时代来说，天皇是统治者吗？不是，天皇被幕府将军架空了。那幕府将军是统治者吗？不是，将军被北条家族架空了。那北条家族是统治者吗？不是，他们又被北条家族的嫡系架空了。那北条嫡系是统治者吗？也不是，他们又被嫡系的家臣架空了。而这种层层架空的统治环境，又造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就是乍一看没有任何一股势力能够完全的推翻天皇，或者是胁迫天皇退位，但仔细一看，任何一股势力又都能够架空天皇，都能平稳的坐在天皇的头上。所以说稳定是稳定，但不是天皇想要的稳定。这也就导致在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叫做天皇御谋反的概念。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群底层百姓因为受不了朝廷的压迫，于是纷纷都撂了挑子，准备去推翻天皇的统治，结果发现冲在最前面的就是天皇，这就有点陛下何故谋反，有点西岳戒严的味道了。天皇说你们受不了压迫，难道我就受得了吗？于是天皇就带着百姓去推翻天皇的统治。然而更离谱的就是，没有什么武士会听从天皇的命令，因为他们受到了幕府的管制；没有什么百姓会听从天皇的号召，因为他们觉得天皇是神灵。既然知道天皇是神灵，那这些百姓为什么还不听话呢？因为管理他们的是人，是幕府将军，比起将军，天皇离他们实在太远了，孰轻孰重，他们还是能够分得清楚的。所以不管朝代怎么更迭，几乎每个朝代的贵族都会通过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天皇的方式，先成为天皇的岳父，然后再理所应当的控制皇权。不过这种嫁女儿的方法，也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室内部婚配的频率。每次出现权力更迭，天皇都会有个新的岳父，有些新的女性加入皇族匹配，这也就尽可能的增加了天皇子嗣的存活率。一直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终于掌握了日本的大权，结果刚传了2代，就又传出了一个天皇之皇，一个太上皇，于是天皇又重新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位置。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白同学，我们下期再见。